我是 Ivy， 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最近呢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圣淘沙那个最大的鱼尾狮要被拆了。我觉得震惊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标志，所以呢我就想借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讲讲鱼尾狮背后的故事。说起新加坡呢，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叫做狮城，然后鱼尾狮呢是新加坡的标志。那鱼尾狮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以及新加坡到底有多少只鱼尾狮呢？新加坡旅游局的官方数据显示，新加坡一共有7座鱼尾狮。那你知道是哪7座吗？我将在影片的最后告诉你。首先，新加坡为什么叫狮城呢？在马来纪年中记载，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来自三佛齐王国的王子，他想去马六甲的途中，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风暴，然后风暴平息后，他被送到了一个岛上，然后在这个岛上，他遇到了一只他没有见过的动物，然后他的随从告诉他这个是狮子，所以他就给这个岛起名叫 Singapura， 然后 Singa 呢是在他们语言中是狮子的意思， Pura 就是城的意思，然后祖祖辈辈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然后鱼尾狮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动物吗？当然不是的，它是1964年由范克里夫水族馆的馆长布伦纳设计的一个形象。还有关于鱼尾狮的雕塑为什么是鱼尾呢？我看到联合早报之前的就是一篇报道上讲说，是因为象征新加坡是有一个小渔村慢慢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象征，也象征着新加坡在层层海浪间可以越来越好。一提到狮身鱼尾象，大家最想到的肯定就是滨海湾的狮身鱼尾象。那它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1964年设计好了这个狮身鱼尾象以后呢，当时这个狮身鱼尾是新加坡旅游局的标志。他们在1965年、66年的时候正式取得了这个注册商标。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呢，决定把它塑造成一个立体的雕塑，放在新加坡的滨海湾。他想把这个狮身鱼尾象在新加坡的地位塑造成小美人鱼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那种样子，成为新加坡的一个标志。然后大概197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找来了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林浪星，然后来完成这个鱼尾狮身像的雕塑。说起林浪星呢，我觉得他的名字也蛮有趣的，在这里讲一下。林浪星其实出生是在马来西亚，他遇到新马分家的时候呢，他选择留在了新加坡。然后他原来的名字呢叫南星，就是南方的星星。然后他到新加坡以后，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浪星，他的意思是流浪在新加坡的意思。而且林浪星非常有名的另一点是，新加坡的第一批1分钱的硬币也是由林浪星设计的哦。然后我看到了一个采访林浪星儿子的报道，他儿子讲说，当时花了16万5千新币打造这个塑像，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了材料上。他的父亲只找了2名、3名助手来帮忙，剩下的都是林浪星以及发动了全家人来帮忙，建造这个雕像。然后最后终于把它建好了。鱼尾狮建好以后呢，它的后面有一个铜匾上写了鱼尾狮是新加坡迎宾好客的象征。然后在这个大的鱼尾狮身像后面呢，还有一个小的雕像。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小的呢？因为当时这个大的雕塑是直冲着大海，然后在正面很难看清晰，所以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鱼尾狮身像的正面呢，就在它的后面塑造了一个小的雕塑。这就是它背后那个小的鱼尾狮身像的由来。但这2个鱼尾狮雕像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鱼尾狮公园的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当时在距离现在这个地方有120米的安德逊桥旁边的另一个鱼尾狮公园。1997年的时候，新加坡开始建滨海湾桥，然后鱼尾狮原本非常辽阔的视野就被挡住了，再加上鱼尾狮经过岁月的洗礼，它的抽水机也发生了故障，然后它表面也有一些斑驳和脱落。而且当时的鱼尾狮公园非常的小，容纳不了很多的人，附近也没有商场啊、咖啡厅这种地方可以休息。然后来旅游观光的人呢，巴士也没有地方停靠。考虑到种种原因呢，新加坡旅游局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决定要斥资600万元，然后打造新的鱼尾狮公园，然后地址呢就选在现在的位置 One Fullerton Hotel 旁边。然后大概在2002年4月的时候开始搬迁，然后这个搬迁的任务非常的巨大，因为这个鱼尾狮雕像有70吨重，然后而且非常的高。本来的想法是从那个
滨海湾桥底下运过去，但是当他们实际挖开鱼尾狮身像的时候，发现它的底座比预期的还要长0.6米，所以从桥底下运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最后采用了用起重机从桥上吊过去这种措施。然后据说呢，当时有很多人去观看这个工程，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但这个鱼尾狮搬到他现在的新家，就是现在的鱼尾狮公园以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在2009年的时候，在暴风雨中被雷电击中，然后让整个鱼尾狮雕像受到了损坏。比较幸运的是，没有游客受伤。大概20多天后，鱼尾狮又重新开放跟游客见面了。新的公园建好后，比原来的旧公园大概大了30倍左右，而且在鱼尾狮的前面建了一个看台，游客可以走到前面看鱼尾狮的正面。然后这个新的公园呢，位置也比较好，然后对面就是金沙酒店，然后旁边又是 CBD 的很多高楼，附近还有可以购物啊、喝咖啡、吃饭的地方，让游客可以休息。现在在鱼尾狮公园，就是滨海湾的这个狮身鱼尾像呢，已经成了新加坡重要的旅游标志。然后游客们前来的时候，都会与这个鱼尾狮身像，然后拍照留念，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有创意的造型。有的人比如说张嘴要喝这个狮子里吐出来的水啊，或者是拿手接啊，就是也是蛮有趣的。那说到其实鱼尾狮身像，就算我问本地的同学，你说鱼尾狮身模line有几个？然后他们大部分人给我的回答是2个或者是3个。那其实在新加坡旅游局的官网上显示，新加坡经过官方认证的狮身鱼尾像一共有7座。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说是哪7座吧。刚刚2座已经提过了，一个是前面的大狮身鱼尾像，一个是它背后的小狮身鱼尾像。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然后第3个最著名的这个鱼尾狮雕像呢，就是在圣淘沙岛上的，它是新加坡最高的狮身鱼尾雕像，然后它身上可以表演各种各样的灯光秀。然后它晚上也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而且它不仅是一座雕塑，你可以从里面上去到9楼和12楼有观光台，可以眺望圣淘沙整个岛的风景。这个最大的鱼尾狮将在10月20号的时候最后一天营业，然后上去观光的门票是12新币。如果想最后去打卡的朋友，可以赶在这个日期前去看一下。这个说要它被拆掉的新闻出来以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请愿说可不可以不要拆，因为它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但是新加坡圣淘沙发展局那边讲说，就是为了圣淘沙长远的发展，吸引更多的游客，然后以及让圣淘沙岛变得更有观光性，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让我们期待就是新的圣淘沙吧，因为网上出了一个圣淘沙新的介绍的一个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我觉得看起来真的也是非常的美，我非常的期待。除了刚刚提到的3个最著名的鱼尾狮外，另外4个分别位于新加坡旅游总局、花摆山，然后还有红帽桥祖屋区有2个，然后这就是官方认证的7个鱼尾狮啦。还没有去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打卡。今天关于鱼尾狮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然后也希望你可以点赞、评论和转发支持我的视频，希望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